在非会员视频里，我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如何在 Windows 里边通过文件资源管理器来查找你想查找的文件。比如说我们根据这个名称来查找，我们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框输入这个查询的关键字，然后就可以查找出来了。你看，这是文件名，还有它所在的目录。然后我们还可以按照文件的属性来排序，比如说按照文件的大小是升序排列或者降序排列。现在是升序排列，然后是递减，就是降序排列。那这个操作在命令行里可不可以实现呢？当然也是可以的。那这个视频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在命令行里边根据文件的名称或者扩展名来查找到你需要的文件，并且对搜索的返回值按照文件的属性、名称或者大小来进行排序。我们点击搜索，输入 cmd， 找到命令提示符，点击打开命令提示符。比如说我们想查找 C 盘 test 目录下所有 ESE 结尾的文件，那我们只需要用星这个通对符，然后再加上点 ESE 回车，它只显示出了 C 盘 test 目录下这两个 EXE 作为扩展名的文件。test 子目录下的 ESE 文件呢，并没有在返回列表中。那要想查找 test 子目录下的文件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加一个斜线 S， 那这个参数就会查找当前目录及当前目录下的所有子目录。你看，它把当前目录的这个 ESE 文件显示出来了，也把第一个子目录下的 ESE 文件显示出来了，最后把第二个子目录下的 ESE 文件也显示出来了。那我们看这个结果可以排序吗？那我们只需要再加入另外一个参数斜线 O 冒号 S 回车，在这儿啊，这个应该按照文件的大小从小到大排序，可是好像并没有。你看，这是大小，对吧？它没有排序，它还是按照每个目录下比如说 test 目录下这两个文件，它是按照从小到大来排序的。test 2这个目录下这两个文件按从小到大来排序的。test 1目录下只有一个文件，所以就这样了。那我们再看一下，把这个 S 前面加一个减号回车，那你看它的结果还是这样。test 目录下这个文件 ESE 结尾的是按照从大到小来排序。那 test 1目录下呢，就一个文件，不存在这个问题。test 1 test 2这个目录下文件也是按照从大到小来排序的。它不是把所有的当前目录和子目录下的文件统一的来排序。那这个问题在 DOS 命令行里是解决不了的，那我们只能求助于 PowerShell。 在使用 PowerShell 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在 DOS 里边搜索 C 盘的 test 目录下所有文件名称包含 ing 的文件，并且按照文件名来排序。我们只需要输入这行命令 dir 斜线 S 斜线 O 冒号 N， 这个 N 就代表 name 名称，然后是 C 冒号斜线 test 斜线星 ing 星，一回车，你看这个就是结果。它也是分目录来返回结果，第一行是 test 这个目录下的，然后再返回 test 的 test 1子目录下的。因为里面都只有一个文件，我们就看不出来这个排序的效果。那比如说我们改一下，这包含 i 回车，那你看这个效果就能看出来了，它是按照名称来排序的。这个缺省是升序，也就是 G 在前头 V 在后头，对吧？ B 在前头 F 在后头。那如果要降序呢，我们可以在 N 前面加一减号，你看 V 在前头 G 在后头 F 在前头 B 在后头，对吧？如果我们想对当前目录及其子目录下的所有文件进行统一的按大小来排序，那么我们需要借助 PowerShell 里的命令。我们首先点击搜索，输入 PowerShell， 这上面已经出来了，只要点击这个 Windows PowerShell， 打开这个对话框，然后输入这行命令
那这行命令是 getChildItem， 这是得到子项目。横线 recurse 就是递归得到，就是把当前目录下的子目录里边的项目也获取出来。然后后边是路径 ctest 这个目录下的星.exe 所有 exe 作为扩展名的这个文件。那前面这部分就会把 ctest 目录下所有当前目录及子目录下的所有.exe 结尾的文件都获取出来。然后这个竖线是一个管道，通过这个管道再传给另一个命令 sortObject， 就是对刚才获取的这些目录下的项目，也就是文件进行排序。横线 property 就是根据什么排序呢？根据一个属性来排序。那这个属性是 length 属性，也就是这个文件的大小。横线 descending 就是降序排列，就是按照文件的大小从大向小来排序。我们回车运行一下，你看这个就是结果，它包含了所有的目录下的这个文件。那你看第一个是 length 最大的，第二个是 length 第二大的，那第三个呢是 length 第三大的，对吧？一直从大到小来排序。那它们每一个文件所处的目录就在这里写着，第一个是 test1 目录下的，第二个是 test 目录下的，第三个是 test1 目录下的，第四个又是 test 目录下的，第五个是 test1 目录下的。那这个就是通过 PowerShell 的 getChildItem 命令以及 sortObject 命令来获取当前目录下及其子目录下的所有的exe 扩展名的文件，并且对它们按照大小来进行降序排序。那如果我们想对这个结果当前目录下及子目录下的所有的.exe 结尾的文件按照大小进行升序排序怎么办呢？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参数删除，回车，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按照这个 length 大小的升序来排序的，小的在前面，大的在后面。那你千万不要把这个 descending 改成 ascending， 因为它是没有这个参数的，你要添加这个参数就会出错，对吧？你就只要不添加任何参数，它就是缺省按照这个属性从小到大来排序。那如果你想把这个排序过滤的结果输入到一个文件里，我们就需要加一个行走的箭头，然后写上你这个文件的名称，回车。那你看这个运行结果就会保存到这个文件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这个文件 sorted tst 这样 tst。那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文件，我们到这个目录下，有这个文件，列印单击，点击编辑。你看这个就是那个结果，它是按照这个 length 从大到小的顺序来排序的。那我们看这个文件里边的内容就是刚才那个命令输出的结果，但是它这个排版并不是很好看。那为了能够把这个排版更好看一些吧，我们可以自定义格式化，也就是运行这行面 getChildItem， 前边都是一样的，关键是后边这又用一个管道把这个排序的结果通过这个管道传送给 formatTable 这个命令，然后有一些参数，比如说 AutoSize、Red、Property 是 name、fullname 和 length， 那也就是说这有三列，一个是名字，一个是全名，也就是包含路径的，还有一个就是长度。那你看这个输出结果，也就是格式化之后的这个结果就非常的好看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结果输出到一个 CSV 文件里，我们只需要运行这行命令 getChildItem， 这个是从当前目录及子目录下得到所有扩展名是 exe 的文件，然后通过管道传给 sortObject 这个命令，它是根据文件的大小来进行降序排列，然后再通过管道把这个降序排列的结果传给 selectObject 这个命令，这个就会把三个参数三个属性选出来，一个是名字，一个是完整路径的名字，一个是大小。这个结果再通过 export CSV 的命令导出到一个CSV 文件里面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运行完了，你看一下，它就会在当前目录下 say users hello 是
生成一个 sorted files 的 CSV 文件。我们打开看看，果然有。然后我们打开这个 CSV 文件，你看这个里边就是 CSV 格式的内容，用逗号分割开的，对吧？名称带路径的名称和大小。好，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如果您感兴趣，请订阅我的付费专区，成为会员就能享受专属优质内容，解锁更多 Windows 深度知识、使用技巧和独家经验。最后，谢谢大家观看，再见。